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15号星期六，周末了，对吧？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咱们直播间聊聊天。这期开始改节目，改直播的名字了。冬天的时候叫跑者的围炉漫谈，后来过两天我觉得怎么听这名越听越热，改成漫谈。后来呢，我觉得这一天到晚的，我天天跟大家聊跑步这点事儿，所以呢就改成了不想聊跑步的周六下午，大家有空来啊。今天画面就都是新相机了，评测视频还在剪辑中。我今天的日出有点那个阳光从云彩的洞里穿过来，照到了大阪城上。但是这一代想呈现16:9的画面，机器就得横着拿，这个略微有些小适应一下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还是回评论。今天早上写的我整理评论，整理了好长啊！你们看，都贴到小臂的尽头了。行，那咱们一会儿聊，等个红绿灯。因为今天有频道的观众想在大阪城偶遇，所以我们早点开机，先跟大家聊完。其实昨天就碰到了，但是昨天我在录评测的视频，没跟人家聊多长时间，就聊了不到2公里。我们抓紧开始回评论啊！生病后状态差，厌跑怎么办？是会这样的，是会这样的。我那年新冠是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新冠，所以没有太多心态变化。但是您可以翻翻，就是2022年底12月份的时候，那好了之后接着跑呗，就是放平常心，不管是生病也好，还是受伤也好，还是得了奖也好，它都是生活的一个阶段，还会有下一个阶段。你要说一直平稳如常呢，很多人做不到，因为人都不是机器，允许自己的懈怠，或者允许自己的1、2次的放纵，也是成长的一部分。我这几年就是没学会这个，所以有的时候就很焦虑，很不开心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，慢慢就会好起来。所以你们看，这社会上奋斗都是年轻人在奋斗，因为不是年轻人他喜欢奋斗，是因为年轻人老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。跑量上去以后，第2天膝盖疼，那就说明这个跑量达到了让您不舒服的程度了，或者说如果您顶过来了，没有出现严重的伤病，那它就达到了让您进步的程度了，进步就会比较快。不过大多数的膝盖问题都是和大腿前侧的肌肉有关系的，您可以试着着重的练一下，但是不练其实也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会在跑动中解决的。这条路特别可怕，这几天就刚入夏的时候，地下全是蚯蚓和断着好几节的蚯蚓。然后是天冷穿什么衣服？那我不知道您生活在哪儿。我对衣服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好看就行了。在北京最冷的时候得穿那种防风的衣服，穿好几层。在这边就一件皮肤衣。您问我落日赛道的衣服透不透气？其实就皮肤衣来说，就这种东西现在没有什么科技的秘密，因为基本上能拿得出手的品牌，它的材料供应商、面料供应商就那么几家，所以你就看好看就行，真心的，效果都不差。
然后是有一位小伙伴说，用佳明的训练指导靠不靠谱？因为呢，现在自己的重心不在跑步上，想尝试226公里的大铁。我给他的回复是说，如果您的目标是锻炼身体，而不是马拉松的竞技比赛，那佳明的那个，不管是佳明任何品牌的给您自动生成的课表都 OK， 甚至呢，有可能您跟下来还有点费劲呢。但是如果您的目标是大铁，那我觉得反而手表给的训练计划是可能有点轻，您自己判断吧。因为大铁这东西靠角逐名次靠的是游泳和自行车，其实主要是靠游泳，因为后边大家其实都差不了太多。我不成熟的观点啊，个人观点。您要是自己想完成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，或者不那么痛苦，那跑步其实挺关键的，因为您说要走42公里，感觉有点难受，对吧？因为毕竟已经180公里的自行车骑完了，那肯定是不好受的。另外，感谢您的会员。心率怎么能降低跑步时候的心率？就只能多跑，没有任何其他办法。要是有办法的话，人们就不会一天一天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跟那儿傻跑了。可能唯一有一点的窍门就是强度不能太低，就是您给心肺的压力越大，它进步的就越快。而且心肺这东西对人来说，如果您是年轻人，或者说中年人，其实心肺的弹性特别大，一般是不会给自己弄坏了，就什么都别想就干。还有一位小伙伴说，跑几休一比较合适，不太好定，说现在月跑量想达到200公里就得跑5休1，时间又不够。我给他的回复，我是这么想的：如果200公里1个月时间都不够，那说明您的工作超级忙。因为您就按6分钟的配速，那10公里是1个小时，对吧？100公里是10个小时，200公里是20个小时，1个月。也就是说呢，您每一个工作日，如果按照每天8小时干5天来算，每个工作日大概用50分钟去锻炼身体，就能到200公里每个月。您就这样算。还有就是单次的长度，其实我的建议还是长一些，尽可能的长一些会好。这个看您自己。当然大多数时候我反思我自己也是没有时间，大多数都是因为你认为我不想有这个时间，比方说我累了，或者我想干别的。我也有特忙的时候，我也有熬夜工作的时候，但是每天属于自己的1个小时问题还是不大，看您拿这1小时干什么。您来我这儿问问题，肯定说明您有追求。有时候人是这样，可能我们有好多追求，有的小伙伴呢是最后每个追求都差一点，但是呢我更喜欢说您认准了1、2个，把这追求完成，或者说尝试的过程完成。这样的话呢，您可能会收获不一样的体验，在下次又有新追求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会安排的比较好。还是不成熟的观点，因为我教不了别人什么，我只是分享我的想法。
问我 Apple Watch 的训练负荷，就是新的系统，我已经更新了，但是我还没用。就是任何手表的训练负荷，我其实都不怎么看，因为其实一个人身体啊特别的复杂。我觉得目前人类的技术，手表给你的这些数据，就跟自己纵向比一比，感受一下就好了。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参考，就是或者说这么说吧，大多数时候它都是给您正向的心理暗示用的。就是你一看现在我的训练负荷正好，哎，就特开心。也就是这样，因为就算他告诉你现在训练强度过大或者过小，您可能也解决不了。反正我不一定能很好的解决，有时候我觉得我挺累的，他告诉我训练负荷小；有时候我觉得我最近没怎么练，他告诉我正好。这个互相磨合吧。43岁，跑步2年，今年2月开始月跑量400，到了夏天觉得坚持不住。老哥的课表是每周1、3、5用4分35以内的配速顶一个半马，那其实这应该就是您顶不住的原因，因为按照您的跑龄和跑量，我判断这个平均配速4分35的半马，对您来说应该压力不小，甚至很大。您隔天一个，一周跑3个，那剩下的时间应该就很疲劳了。这个强度的半马，我建议一周就来1个就够了，剩下的时间尽量多跑。但是其实400公里1个月够用了。一会儿我们要偶遇的小伙伴昨天跟我聊，就说怎么破的3呢？就是坚持了8个月，跑量在300以上。前一年没破，第2年觉得顺利就破了。那想再进一步，像我有小伙伴问我破3的时候月跑量是多少？我破3的时候月跑量是300多，400，有的时候能到400。然后我第一次跑的比较舒服的比赛，那时候月跑量已经400了。当然那不是比赛，那是我自己在马路上自测的线上全马，2小时51。那2小时51就很轻松加愉快。然后之后就是第2年那个副中心2小时44，那时候我的跑量就稳定在400多1个月。那种感觉就是加上那个年纪，那个训练状态，就是跑到最后还能冲刺就不累的。然后今年的大阪马拉松2小时41，也是因为之前冬训的跑量加到了630，最多1个月。有这跑量垫底儿，那时候马拉松的时候跑到10公里，那时候还在3分33的配速，因为起跑人太多，后边我在超人。到最后我发现周围有一些女性的职业选手都比我累，那感觉特美妙。下一个啊，4个小时的马拉松怎么补给？4个小时，说实话，怎么补给都可以。您在赛道的水站停下来喝水，或者是停下来吃点东西都没问题，就不需要严格按照一个补给策略了。带5个能量胶，平均吃4个也行。基本上马拉松要认真研究补给，应该在男子啊在3小时15以内，女子在3小时30以内。因为大部分人破4的时候都不是平均5分40跑完的，可能都是跑到最后掉速还得走几步，弄不好，或者掉几公里。另外就是波士顿
BQ 承认中国田联 A 类赛事吗？有的承认，有的不承认，他不是按这标准。就波士顿，您去他的官网都写的特别清楚，就是他承认什么赛事，大的原则就是 AIMS 认证的赛事，然后细节呢，就是他还有一个列表，就全世界哪些比赛是他承认的，您去看看好吗？就小伙伴们对国外马拉松有任何的疑问，就这场马拉松只要它稍微有点名，去它的官网可以有特别清楚的东西。还有小伙伴发微信给我说，报名了今年的富士山那马拉松，11月底，那也是先到先得。但是他跟神户的时间太近了，我就没报。虽然神户要抽签，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中，50%的几率。看看还有什么，屏幕上的数据，屏幕上数据不都是有小 logo 吗？你看我现在脑袋顶上是距离，然后呢，上边的屏幕左边是地图，然后底下呢就是实时配速、实时心率，然后实时的功率和实时的步频。那功率是个闪电嘛，对吧？那步频是只脚。原来这个软件的步频是个脚蹬子，因为它是给自行车弄的，后来改成了脚，在跑步的时候。右下角一个是我现在时区的时间，一个是我开始跑了多久。这开始跑了多久是包含停表时间的，说清楚了。看还有没有啊？休息日的时候是轻松跑吗？我昨天说轻松跑是不是因为是休息日？不是的。我现在整体逻辑是跑4天休1天，休的那天呢，像冬训的时候出来跑7公里，夏天就是看情况，最少是2公里，然后就不干别的了。我说的轻松跑，像昨天那种，就是因为前2天累了，就是我的轻松跑其实就是顺其自然的跑，就这意思，多跟自己有目标。下一个啊，每天隔1天跑一个10公里是不是对身体有害？担心，已经这么跑了1年了，10公里的配速是7分，那其实不是对身体有害，是对成绩和能力有害。隔1天跑一个10公里，对普通人来说不少，但是呢，可能好多小伙伴听说初跑者跑1休1，但是他没告诉您这个持续多长时间。跑1休1这个事儿，2到3个月就该改变了。您要是跑了3个月了还跑1休1，就太少了。您不需要每次都跑10公里，您可以甚至在刚开始跑步的1、2年，每次就跑5公里，多一点8公里。但是不能跑1休1。我对马拉松训练的感觉是，您至少要跑2休1，最好是能跑3休1。或者说你要跑得少，就像我刚才说，就5公里的话，或者8公里，就跑3休1是比较好的。还是我昨天说那个理论的一部分。因为我不知道您的性别，您要是男性，跑了1年7分钟的配速跑10公里，那进步有些慢，除非您是大体重人群，给您加油，给您加油。行，差不多，我准备都回完了，留点电，一会儿录片尾，咱们训练后见。6月15号星期六清晨7点01，第4个训练日训练结束，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4分54。最快1公里4分22，平均心率139，还行。平均步频197，步幅1每03，垂直振幅5厘米。今天后来就碰见了那2位约见的小伙，有一位小伙27、8岁，然后挺魁梧，就是有肌肉那种，
1.71米，145斤，说全程马拉松最好成绩3:30。他看我今天穿的 Metaspeed Edge， 他说想也去看看这鞋。我跟他说，就我说比较直接，也没管人家爱不爱听。就是我觉得我说你可能穿不了，就是这双鞋太轻，然后它的那个劲儿呢又不像 Alpha Fly 或者10X 5.0 Pro 的那种感觉。它体重比较大，然后体重大，但是成绩不快，说明力量还不太行。他自己也觉得是力量不太行，踩不动好些鞋，所以就买鞋就会相对比较尴尬。就是你按照体重买，你驾驭不了；你按照能驾驭得了买，可能你的重量就把它压瘪了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其实如果您想全力去跑马拉松，或者说想做耐力运动，包括铁人三项，确实是得控制体重，就没有办法。但是我这次100公里增重有点失败，就从我说开始增重到现在，那时候我说想增到61公斤、62公斤，现在勉勉强强58公斤，所以就放弃增重这个事儿，顺其自然，是不是？好吧，包括在54.5公里那个休息点，是不是换鞋换衣服也顺其自然？还感谢小伙伴的提醒，换衣服别忘了把号码布别上，换鞋别忘了别芯片，是吧？不会的，不会忘，到时候还会搁充电器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给相机充电。那就这么着，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咱们还是直播间见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午和下个训练日再见。